大家好，现在是2020年的9月19号。那我现在呢是在新加坡樟宜机场的第3达克大厦离境厅的外面。那这里呢平时呢是很多人很多车的，但是现在呢我给大家看一下，是基本上是没有人。大家看到后面的这个是那个机场的控制塔，然后在下面呢就是那个星耀樟宜。然后呢，平时呢，这里呢就是会有很多人在这里下车，就是在这里下车，然后从这里离境。但是呢，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，基本上是没有人也没有车啊。大家可以看到一个人，一辆车刚过，然后这些行李车都是一排一排整整齐齐的排在这里，就是完全没有人在用。那好，我们现在进去看一下吧。好，我们现在进到那个离境大厅里面去看一下，看一下里面的情况现在是怎么样。那这里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安静哦。你看这些值机的柜台基本上是一个人都没有，整个大厅空荡荡的。然后呢，只有偶尔有几个人在这里经过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航班资讯，看一下有多少个航班还在飞。那大家看到吗？其实还有一些航班是在飞的哈，是飞去澳洲的博斯、台北、日本的大阪，然后雅加达、苏黎世、伦敦、法兰克福、奥克兰、阿姆斯特丹、巴黎、东京、阿布达比，还有苏黎世。其实还是有一些飞机在飞，只是总的载客量应该是非常少的。然后我们再走过来这边看一下。那这边呢，我们看到呢，星巴克其实还有在开，然后那个 Old Town White Coffee， 这是一个马来西亚的品牌。那这2间店呢，其实都还有开吼，不过就是好像人非常少。那我给大家看一下，以前疫情之前，这个第3达克大厦离境厅是怎么样的。然后我们现在呢就要去那个 Viewing Mall， 那个 Viewing Mall 其实是在楼上，那就是可以看到机场里面看到飞机的起降啊，是那种飞机爱好者很喜欢去的地方。那我们现在呢就过去那里看一下现在机场里面的情况是怎么样。然后大家这里看一下哈，这是那个领取行李的地方，所以完全就是空无一人啊，连一个人都没有，这就真的是太糟糕了。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呢，就是第3达克大厦离境大厅禁区里面的情况。我们看到那些免税商店还是有开哈，但是就是人特别的少，好像就只有一些
商店的售货员啊，然后还有一些工人啊、工作人员啊在那里，旅客呢好像就是完全就是寥寥无几了。那我们现在呢就要走去那个观景台去看一下机场里面飞机的情况。那这里看到的呢，也是第三达科大厦里面离境厅禁区里面的那个美食街的情况。那我们看到呢，就是其实还有一些店是在开门的，但是呢，就是没有顾客，就真的是空空如也。一整间餐馆就是连一个人都没有。然后我们再看外面这里，我们就看到新航的飞机停在这里，1辆、2辆、3辆，基本上是这个登机桥的周围几乎每一个登机口都停了一辆飞机。那我相信这些飞机可能都是没有飞去哪里的了，就只是停在这里而已。那这个情况是真的是不是说很好？不过可以稍微有点欣慰的就是说，虽然现在机场里面没有什么人，但是呢，整个机场的状况还是维持的比较好，不会说因为几个月没有旅客了而变得十分破败，这是唯一可以值得欣慰的地方了。那好，我们现在呢就看了樟宜第三达科大厦离境大厅的情况，下面呢我们就会去看一下第一达科大厦离境大厅的情况。那新加坡樟宜机场呢，其实是有4个航站楼的，就是1、2、3、4，但是现在呢2跟4都已经暂时关闭了，只留下了1跟3继续运营。那我们现在就去看一下第一航站楼离境大厅的情况吧。那我们呢现在呢就坐这个 SkyTrain 去第一达科大厦。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第一达科大厦的离境大厅哈。那让我们先在这里看一下这个第一达科大厦离境大厅有多少航班。那我们看一下这里其实呢好像还是有一些航班的，至少2个屏幕都满了，所以呢就是还不算太差哈，就是至少还有一些航班。那在这里我先给大家看一下，在这个疫情之前的第一达科大厦是怎么样的，是人来人往的哈。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现在的第一达科大厦，就是还有一些餐饮的场所在开放，那也算是不错了。但是呢，这个登机值机的柜台呢，就是基本上就是好像没有什么人了。但是这边好像呢，就是比那个第三达科大厦那边稍微好一点点。来，让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航班资讯，看一下有什么飞机。那我们看一下哈，就是有飞去曼谷、马尼拉、香港，然后还有一些我不知道哪里的地方了。这个就是去一些比较这个区域的国家城市的
航班，但是呢，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机场还是非常的空哦。除了在机场工作的人之外，旅客可以说是寥寥无几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些自动值机的机器呢，现在都已经全部关掉了，没有在用，因为可能旅客实在是太少了。但是呢，这些呢就是还是正常开着的，只不过就是没人而已。机器还在，但就是没有人。所以我们看一下这里，这个大堂是多么的空旷，真的是突然之间觉得这个机场非常非常的大，原因就是没有什么人。那好，我们现在呢也去那个观景台去看一下。这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在樟宜机场自动扫地的机器人。现在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嘛，很多地方都是用这种自动机器人来做打扫工作了，就是为了避免有人的接触。这个机器人还是蛮可爱的哈。你看它后面那个屏幕上写着正在打扫，然后给你一张笑脸在那里。那大家现在看到的呢，就是第一达科大厦的禁区里面了。那大家看到这些行李车一排一排的在这里，都非常的整齐哈。然后整个大厅，可以说是几乎是没有什么旅客，只有小猫3、2只这样子在那里走哈。那我们现在呢就去看那个观景台那边看机场里面的情况。那我现在呢就是在第一达科大厦的观景台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呢就可以比较清楚的看到那个机场里面的情况。那我们就看到很多飞机都停在这里哈，你看这一架是库航的，然后那边都有，然后那边又有一架库航的，然后非常难得的看到一架新加坡航空公司的飞机正在滑行，但是不知道它是要起飞还是刚刚降落，还是只是从一个地方调去另外一个地方而已。然后你看这些都是新加坡航空公司的，然后另外一些是库航的，那就可以看到这里可以说是停满了飞机啊，停满了飞机，但是没有地方去飞啊，所以这个情况呢还是非常糟糕。那好，现在呢我是来到了第一达科大厦的到达大厅，那我后面呢就是那个取行李的地方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哈，什么人都没有，所有的那个行李运输的都是停止的，都没有任何行李。然后呢，我现在再让大家看一下上面那个航班讯息那里，看一下有什么到达的航班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这样子看呢，就是有从那个胡志明市、雅加达、马尼拉、多哈、迪拜、香港、阿姆斯特丹、赫尔辛基，还有台北飞回来的。那其实也还算不错了，至少就是还有多少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还有10趟航班了。那其实旁边这里有11，就是11、12、13、14、15趟航班，一天15趟航班，那就是非常少了。跟疫情之前相比较，就是
航班非常非常的少，但总比没有好了，只能是这样子说，自我安慰一下吧。那好，今天我就带大家来樟宜机场看了一下，在这个疫情影响下的樟宜机场情况是怎么样的。那现在看来呢，就是航班还是非常非常的少。比如说新加坡航空公司，它的那个航班数目已经减少到疫情之前的2%到3%而已，就是说它失去了98%到99%的那个航班量。那对一个航空公司来说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打击。那对樟宜机场这样一个以前非常繁忙的航空中转站来说，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。但是，值得欣慰的是说，虽然说这几个月樟宜机场都没有什么旅客，但是樟宜机场硬件的设施的维护还是做得比较好的。那希望这个疫情呢能够赶快过去，让新加坡航空公司跟樟宜机场能够重新焕发他们的魅力。那好，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